香港抗争了6个月了，许多人都在骂香港出现了黑警，出现了践踏法律的这些群体，他们把一些游行的市民、青年的学生，甚至上中学的学生抓住了痛打，白发苍苍的老太，他们也能一把推着你后脑勺着地。有一些香港的青年被捕的时候被打得满头是血，甚至已经向这些警察们去哀求了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执法的这些程序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。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香港就这么3万名警察，甚至香港退休的警察、惩教署的这些退休的人员都站出来说不像香港警察。是啊，其实有很多不仅是内地调来的警力，甚至有许多人他就没有受到过类似的训练。什么叫低烈度的这种手段啊？没有。我们在每次游行的人群中都能看到冒充游行人员进行打砸抢烧的人。这些人已经肆无忌惮到穿着背心就走出军营，明显的已经违反了一国两制的基础，连基本法他们都敢挑战，这就是军人。香港其实在军管，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军人有5000多万的退役老兵，很多人甚至走上大街，甚至出现过2万退伍军人包围军委大楼，有这么多前车之鉴，为什么现在现役的官兵，无论是武警还是普通的陆军士兵，都在服从这个中央，都在全力以赴的支持这个独裁的政权？很现实，是吧？利益，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。对香港人下手越狠，越能够立功受奖，得到更好的安置，甚至暂时不考虑退役，能够被选拔为军官，能够入党，能够有更好的未来。军管呢，其实能让很多军人发财，至少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。原先他们看着香港的这些市民、这些青年，他们觉得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他来自农村，他不会讲英文，他有自卑感。那现在呢，抓住这些学生痛打一番，还抓住了很多女学生。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，每一个群体在感受自己能够获得一时快感的这种前提下，他是不考虑未来的，他没有觉得未来有多重要，他要
把握现在，营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所以在中国，即便全国范围内实行军管，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无论是现在的军队，还是所有有一点点权力的部门，都在这样干。他们巴不得由他们自己，由着他们的性子来。我们看到很多在街上癫狂的这些穿着警察制服的人，就像喝醉酒一样，就像发疯了，就像得了癔症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们吃了兴奋剂了。那你很好理解嘛？兴奋剂有一个非常光鲜的学名，叫抗疲劳药物。一战、二战、越战都有军人在服用它。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军人不会服用它，一个是穷国，譬如2战中的中国。中国的军人没有办法品尝到什么叫兴奋剂，因为你穷，军费太少，财政不够支付，整个国家不可能来提供给军人这些兴奋剂，来麻痹你的中枢神经，来使你保持亢奋，能让你抗疲劳，能够3天2夜不睡觉，能够坚持到底，能够挨2枪都还不感觉到疼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勇于自杀的这些群体，他们为了捍卫他们的信仰，他们在宗教力量的帮扶之下，像战神一样，他们已经无所谓个体的消亡了，他们只想获得胜利，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，来完成他们对信仰的这种奉献。中国现在出现在香港的这批军人，迟早也会出现在各个省市，因为中国的经济没有明显的亮点，国际社会中与它能不能进行哪怕是一个短暂的和解都是未知数。那么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出现更多的群体性事件。未来的中国大地上，军人将是一支干预地方群体性事件最容易被调动的力量，哪怕他们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名字，或者他们在冒充武警、特警、防暴、处突，是吧？说到底一句话，警方没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也没有这么多兵力来应对全国各个热点。现在中国所有的防暴处突这一块警力，包括武警，包括现役的军人，其实都在新疆。在新疆干什么呢？仅仅是为了弹压地面吗？其实他们在新疆是练兵的。就如同对越边境战争一个短促突击之后，
曾经长达10年的2、3轮战一样。共军意识到，他们应对现代战争或者叫低烈度战争没有准备好，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，所以他们需要一块战场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如同100年前的外蒙一样，你靠兵弹压，一旦内地有乱，把兵撤回来，这个地区就丢失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在边疆区非常严肃的正在执行的这些军人，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撤回内地。中国的边疆、新疆和西藏都会出问题，甚至陕甘临清重新划分了战区以后进行了调整，但是这些调整不足以应对边陲的威胁，外敌入侵的可能已经不大了。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，一旦内陆省份出现联动式的群体性事件，现在重兵弹压的新疆就会形成一个空窗期，新疆迟早会出问题，大多数人都能预料到。今天的军人，他们非常有信心，利用他们服役的这几年，赢得他们对未来更好的安置。你别跟他谈良心，也不要跟他谈枪口抬高1寸，他就靠着你的血，靠着你的尸骨要立功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正视他，应该不得不承认，中国的这些青年，他们有可能当兵的时候真的想保卫祖国，但是他们唯一能保证的就是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。在充当打手的这个过程中，作为一个群体，他们没有任何良心上的这种自责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势，拿他们的青春去赌明天。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，他们在镇压的同时不仅获得了快感，而且也获得了实惠。今后的中国，军管将成为一种趋势，或者说重要城市、热点地区，军管将是无可回避的一种现象。它会出现在更多的省份、更多的主要城市。我们今天看到的仅仅是一个香港，你会感觉到他们对平民的这种处置超越了我们的想象。其实今后棍棒、刀枪会落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，只要你敢说不。我们正在经历共军在中国统治期间这种疯狂的默契，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平和地对待
每一起群众的诉求，因为整个社会体系已经无法保障一个基本的公平，所以不要奢望我们能有更平静的一天。未来一定是伴随着血与火的。希望每一个仍然还停留在内地的人都能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新疆的事儿你看不见，香港的事儿你有足够的视频可以去看，全球的媒体都在那儿，他们每天都在发生惨绝人寰的这种事件。我们可能没有能力辨别每一起案件它背后的东西，但是仅仅这些几乎是现场直播的视频，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政权它的残酷，维护政权的这些爪牙，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本国人民的。我们都应该知道，现在不是维稳费用或者说军费高于军费或者低于军费的问题了。说到底一句话，把枪口对向本国人民的政府都是不义的政府，当然了，也都是活不长的政府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